朋友们，假如你看我不顺眼，骂我有病，那我如何做到听到却不生气呢？那就是不迷、不取、不动。你给我的虽然是骂人的脏话，但这样的脏话呢，也是你从你自己身上拿出来当礼物送给我的。不管这个礼物是脏是净，也都是你的一片心意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如果不接收你的礼物，那这个礼物谁送出来的谁只能收回去。所以当你骂我的时候，我如果不接受的话，那就是你自己在骂自己。当然，想要做到不迷、不取、不动呢，不在生活工作中多修行、多实证，不彻底的把宇宙真相搞清楚，是很难真正做到的。我们要做的是从根本上做到不随境转，或者呢收放自如，而不是理论上的表面功夫。所以不迷、不取、不动呢，不是视而不见，更不是故意压制自己的情绪，而是我看得真真切切，听得呢明明白白的。因为大多数人呢，不可能遇到什么事都能心如止水、如如不动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通过觉知，借助一些智慧关照自己的心性，不跟这些外境、外相、外缘去互动。只要呢不随它转，你很快就破除妄心，回归真心了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个重点，就是我很清楚你是在骂我，但是呢，我不会因为我知道不迷、不取、不动这个道理，故意的压制自己的情绪。因为压制情绪呢，治标不治本，而且呢，还特别容易压出病来。所以，一方面在道理上，一定要彻彻底底的弄清楚、搞通透；另一方面呢，在生活工作中更要一次次的去实证，多多的练习自己的觉知力。那平时怎么锻炼觉知力呢？吃饭、睡觉、行住坐卧、待人接物都是锻炼的机会。比如吃苹果，在你吃苹果的时候，你要觉知到是谁在利用牙齿咬开苹果，这些牙咬苹果的每一口都是怎么咀嚼的，又是谁在用舌头体验苹果的味道，又是谁利用咽喉把嚼碎的果肉呢咽到胃里，同时呢，又是谁在支配着手把苹果送到嘴边。吃苹果就是吃苹果，把心安住下来，不能一边吃着苹果，一边想着自己的生意，琢磨着工作上或者家庭中的事。锻炼觉知力呢，要从生命中的每个细节上去锻炼，包括觉知你的心脏跳动和大脑的思维。比如打针输液，当针头扎入肌肉和血管的时候，要觉知到是哪个位置产生了疼痛，同时呢，要觉知到那个知道疼的是谁。并且呢，还要觉知到这个知道疼的东西呢，其实是在疼痛之外的一种存在，它是没有疼痛的。再比如有人夸你真漂亮，要觉知到自己是不是很开心，有没有自傲。如果开心自傲，就是妄心在滋长。要觉知到自己的开心，是因为这个人说出的赞美的话才产生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开心来自于这个人的赞美。如果这个人不赞美你了，或者说开始指责你的缺点了，你的开心也将随着这个人的不赞美而消失，相当于这个人呢，又把你的开心带走了。所以你一定要觉知到，你的开心并不是你的，而是你假借别人的。既然是别人的东西，那迟早要还给别人的。千万不要执着这种感受，一执着它，你就很难心静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有生有灭、有变动的，不是你真正的东西。你真正的东西呢，是没有开心、没有痛苦的。那个没有开心、没有痛苦的东西呢，其实就是你的真心。被人指责、被人骂也是一样，你要觉知到你的生气其实并不是你的东西，是你借别人的。既然知道是借别人的东西，那还给他不就完了？为什么你偏偏去要别人的东西呢？
你把这个生气要过来，岂不是自讨苦吃吗？其实世间的一切呢，都有自己的体，都有来处，所以也都有可归还的地方。你的妄心虽然没有体，但是它呢是随外境、外相、外缘而生，也随外境、外相、外缘而灭的。所以你的妄心是完全可以归还给外境、外相、外缘的。只有你的真心一直常住在这里，不随外境、外相、外缘而生，也不随外境、外相、外缘而灭。讲到这里呢，我们要拓展讲一点，那就是觉知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真心呢？很多人呢其实并不太清楚。提到心呢，我们一般呢会分为3种。第一种心即是所谓的唯一真心，也就是指我们的自性。第二种心是指觉知，比如说主观能觉知、能识别的功能。第三种心是念头、情绪，比如我感到伤心，这就是第二个觉知心，觉知到了第3个层次的念头与情绪。究竟来说，第2个层次和第3个层次的心都叫做妄心，只是呢第2个层次更加接近真心。这个能见能觉知的心呢，因为有能这一念的妄动，只要有能的心，也就是说这个心带起了能，紧跟着呢就会有所对应的缘，有了能和所，分别呢跟着就出来了。因为它有对境了，所以呢就会出现分别，于是呢这个对那个错，这个好那个不好就都出来了。只要分别一出来，妄念和情绪就开始滋生起来了。所以能和所以及分别这3个细微的妄动呢，如果不关照好，你就离真心越来越远了。不过虽然觉知不是真心，但十分接近真心，因为真心无法用语言描述，开口就错，一动念就已经偏离它的本质了。所以呢，只能用接近于真心的这个觉知来讲道理。也就是这个觉知虽然带妄，但是它还没有分别，所以它最接近于真心。如果你拿月亮比喻成我们的真心的话，就好比你刚揉完眼睛，看天上的月亮出现重影一样。这个觉知呢，就是月亮的重影，也可以叫第2月。只不过大多数时候呢，我们都会迷失在第3种心里。比如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感到烦恼，烦恼其实就是被觉知到的一种虚妄心而已。所以很多修行的方法呢，都是让自己保持在第2种觉知心的境界里。就好像无论面对外界怎么样变化，或是内在怎么样的喜怒哀乐，我们始终只是维持在一个清明的觉知状态，只是去觉知内外的现象而已。这种对觉知的修行呢，目的是让心灵稳定在能觉中，不被所觉牵引，从而实现心不随境转。这属于修行中的一种必要的过渡阶段，并不是究竟。只有当能觉的主观心与所觉的内外在现象共同寂灭，也就是能所双亡时，我们才能体悟到自性。只不过这种共同寂灭不是说自己什么也觉知不到了。从实修的层面来说，实现能所双亡，依旧要从第2种觉知心入手。在静坐冥想中，当我们安住于觉知，不被念头牵着走，从而逐渐使念头情绪变得安静无声，仿佛觉知到了一片寂静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心中无念，不会认为自己是能觉的觉知，更没有所觉的念头，心中一念不生，却又清醒清明，便是能觉的主观与所觉的客观同时寂灭。然而在智慧解脱方面，能所双亡并不是说完全的寂静无念，而是说从智慧层面真正体悟到，心中的一切念头、情绪、认知都是假的，能觉知的主观心也是虚幻不实的，从而不被念头、情绪流转。
也不认为自己是能觉的清明主观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毫不造作，本自现成，无挂无碍。这就是与自性有所相应。正所谓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这其中所说的心，便是指觉知；这其中的法，便是指被觉知到的念头、眼前的景象、耳中的声音等等。总的来说，一切所觉，一切被觉知到的现象，无论是外在的客观世界，还是内在的思想念头，都可以称之为法。所以心即是法是说，能觉知的主观和被觉知的客观其实是一体两面的，它们同时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并不存在一种独立的主观觉知能脱离现象存在，也不存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现象能脱离觉知存在。这就好像当我们看见天上有一朵白云，那一刻实际上是心觉知到了眼睛呈现出的一种形色。不同的眼睛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色，比如说人眼呈现的天上白云这一法，也许像白色的一团棉花，但是另外一种眼睛的觉知不同，有可能他看见白云就是五光十色的。究竟谁的觉知心觉到的是真实？没有固定的标准，一切法其实皆是由自心所现，这便是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也就是说，外界的相和心的觉知是没有先后关系的，并不是说首先有了觉知才觉知到了云，也不是说首先有了外在的云才熏陶出生命的觉知，是能觉与所觉的共同存在，才构成了一切客观世界与精神世界。也就是说，有声音发生时，必然是有能觉的耳朵和被觉到的声音同时存在；有念头情绪时，必然是有个能觉的主观心和被觉的念头情绪同时存在。这就是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的深层含义。理解到这一点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到，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独立的观察者，观察者即是被观察之物本身。通俗地说，也便是所见一切皆是自己。就像济公悟道时说的一样，60年来狼藉，东壁打到西壁，如今收拾归来，依旧水连天碧。大概意思呢，就是一辈子疯疯癫癫，颠沛流离。其实一辈子的好坏善恶都是自己，时刻都是水连天碧的真心。这就是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因此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法，任何一个现象，其实皆是你。所谓十方诸佛同一法身，所有的佛，乃至所有的你我他，其实都是同一个本质。换句话说，你本就是本自觉悟的佛。一切开悟，一切迷惑，一切烦恼，一切解脱，都是从你的心流出。一切之中本来就有着真相，也都是真相。所以无论发生什么，其实都是对的；无论做什么，其实也都在本自圆满解脱的自性之中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